兄弟姐妹們，你們前段時間刷到了股市的新聞了嗎？ NVIDIA 又爆单了，半導體和 AI 板塊直接起飛。台積電 TSMC、英偉達 NVIDIA、ARM、三星、SK 海力士、美光這些公司，在2026年第一、第二季度就業績炸裂，股價狂飆。就連剛上市的 SpaceX， 也是一家以 AI 業務為核心的火箭公司。可能有些人會說這是泡沫，但我和很多科技大佬的觀點一樣，這不是泡沫，這是 AI 起步和爆發階段的真實寫照。今天這期視頻，我想跟所有20歲、30多歲的年輕人好好聊聊，為什麼 AI 可能是你這輩子最值得 all in 的行業，未來5年、10年甚至20年，前途真的無限。接下來我們不聊雞湯，不空談，就用最接地氣的語言，結合現在正在發生的股市和半導體狂飆，給你們講清楚這件事。先說說大家最關心的錢和機會到底在哪。不得不承認，2026年全球半導體和 AI 行業真的徹底起飛了。根據最新的數据，2025年全球半導體銷售額已經接近8000億美元，2026年直接奔着1萬億美元去了。AI 是絕對的核心驅動力。NVIDIA 在2025年的某個季度，營收直接衝到800多億美金，同比增長85%，而且他們已經拿到了未來幾年上萬億美金的 AI 芯片訂單。英偉達的 Blackwell 和下一代 Rubin 芯片目前供不應求，訂單排到爆。TSMC 台積電也是一場火爆 ，Q4 業績超預期，2026年砸錢560億美金瘋狂擴產，就是為了制造更多的 AI 芯片。此外 ，ASML 的股票也跟着暴漲，市值衝破5000億美金。那麼，為什麼這些公司這麼猛？因為全世界的科技大廠，例如亞馬遜、谷歌、微軟，包括中國的雲廠商，都在瘋狂建 AI 數據中心，搶算力。因為算力就是 AI 時代的石油，芯片就是鑽頭。在中國 ，AI 核心產業的規模已經突破 1.2 萬億人民幣，相關企業已經超過6000家。中國國產大模型的下載量已破100億次，半導體和 AI 的國產化進程也在加速。很明顯，資本和市場正在用真金白銀投票。股市和產業從來不會騙人，因此這波 AI 浪潮才剛剛開始。可能有很多人會問， AI 會不會像以前的互聯網、元宇宙一樣，炒完概念就涼了？我想說，這次真的不一樣。AI 是通用應用技術，它會像電一樣滲透到每一個行業。例如，在醫療領域， AI 能幫醫生看片子，發現新藥，開發速度快幾十倍。在教育領域， AI 能給每個學生提供個性化的教學，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 AI 老師。在製造業，智能工廠和機器人會讓生產效率翻倍。在農業方面，用無人機加 AI 監測，糧食產量會更高更省。在日常生活中，甚至你每天刷的短視頻、推薦系統、未來的自動駕駛都在靠 AI 驅動。未來10年 AI 市場規模會爆炸式增長，它會重塑大量工作，但同時創造更多新崗位，尤其是需要人加 AI 協作的崗位。AI 不會完全取代人，但會取代不會用 AI 的人。所以誰先掌握了 AI， 誰就站在了未來食物鏈的頂端。對於我們華人年輕人來說，尤其是中國人， AI 是特別友好的，因為我們有全世界最豐富的數據，最完整的供應鏈，最強的應用場景，還有政策的大力支持。而且之前的 DeepSeek 等開源模型已經讓全球看到了中國 AI 的實力。接下來最實際的問題来了，作為新人，我們怎麼入局呢？第一種選擇是 AI 技術崗位，這是未來的高薪鐵飯碗。AI 工程師、機器學習專家、AI 提示工程師、AI 安全專家、數據治理，這些崗位目前和未來的需求量巨大，而且薪資領先其他行業和崗位，甚至剛畢業起薪就可以很高，經驗豐富後年薪上百萬也是很正常。第二種選擇是應用落地崗位，這最適合大多數人，因為我們不需要從零訓練 AI 大模型，而是做 AI 加其他行業。例如，學法律的可以做 AI 法律助手，學設計的可以用 AI GC 做創意工具，學金融的可以搞量化交易和智能投資顧問，
學教育的可以開發在線 AI 老師。由於市場需求大，即使是垂直領域， AI 的應用空間也是無限的。第三種選擇是創業或產品崗位，例如做 AI 工具、AI 智能體、其他行業的 AI 解決方案。目前有很多90後、00後已經在做 AI 創業，而且拿到了不錯的融資。第四種選擇是抓住周邊賽道，因為 AI 算力需要芯片、需要電、需要服務器，所以半導體設備、電力基礎設施和人形機器人這些配套產業都是超級風口。近些年，股市已經用真金白銀證明了，只要抓住了 AI 相關產業鏈，我們的財富增長速度就能遠超傳統行業。很多人會說，我基礎差，怎麼辦？其實不用怕，現在入門任何領域和行業比以前容易多了。例如，我們可以每天堅持學1小時，用 Coursera、YouTube、慕課上的免費教程，先從 Python 和 ChatGPT 的高級用法開始，然後去做個人項目，用 AI 工具做出小作品，發到各種社交平台 GitHub， 慢慢積累自己的作品集。有了一些經驗後，可以嘗試找實習或者做副業。很多公司現在都需要 AI 輔助的文案、數據分析和內容創作。最重要的是培養複合能力，那些懂一點技術、懂行業還會溝通的人，在 AI 時代最吃香。總之記住，在 AI 時代，學習能力大於起點。如果你現在20多歲、30多歲，那麼時間就是最大的籌碼。只要堅持2到3年，你就會甩開同齡人一大截。最後總結一下，當前半導體和 AI 股市的狂飆，不是資本市場的短期炒作，而是未來10年科技浪潮的開場信號。未來 AI 不是一個行業，它是所有行業的操作系統。所以年輕人現在入局，等於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當然，任何賽道都有競爭，都需要努力和運氣。但相比躺平或者去卷已經飽和的傳統行業 ，all in 人工智能的確定性高太多，致富潛力也大很多。如果你覺得這期視頻有乾貨，歡迎按讚以及轉發給身邊有需要的朋友，我們一起抓住這波發財致富的機會。如果你對 AI 發展有其他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下期見。